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发生在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一件事。7月7号那天，一个中国旅行团坐大巴到这个城市旅游，他们下车吃饭，30分钟时间内，一个意大利惯偷的团伙用专业工具把这个中国旅行团的大巴把它撬开，然后把里面的所有证件、财物全部一扫而空。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旅游团被一锅端了。这件事让这个旅行团的人呢非常的崩溃。其中有一位大妈说，她在巴黎花20万人民币买了一块瑞士手表，本来是帮她儿子买的，这块手表也不翼而飞了。可能现在呢，这块手表正戴在某个这个惯偷团伙的手腕上，或者甚至在警察的某位官员手里都有可能。重要的证件，这万的欧元，一车人行李全丢，包里把灰都拿出来，全干崩溃了。那现在咋办呢？他报警了，然后呢？全有啥又没用，他这也没有监全偷了哦！我操，全部血洗，全丢，全丢，全部洗劫一空啊！完事儿，整一大巴车所有人掉野岭呀！我跟你说，超全丢。能赔多少钱啊？先给他报上去，他就是让。可是警察是不管了，是吧？现在那白丢了呗啊！意大利去景点完完事了之后，然后中午我就带着我们去吃饭，然后就找一个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去吃饭，而且那意大利那天也特别热，非常热。这个时候吧，就大家都把包都放在车上了。我一上车一看，整个车的所有的包全部被洗劫了，连包都没了。我也懵了。导游说，我从业十几年我也没遇到这种事儿。意大利那边警察也不去追，就录完口供就很不耐烦，就让我们走，找不回来了之后，现在就相当于看旅行社。看能给我们什么样的补偿呗？我建议，如果说抱团去的话，一定要看你的行李险。你可以不带贵重物品，但衣服、你的洗漱、你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对，你放在车上也不安全。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震惊，因为像这种惯偷呀、盗窃呀，甚至抢劫，在目前的欧洲已经是司空见惯。比如说，在意大利的罗马，现在是佛罗伦萨，意大利米兰，还有法国的巴黎呀、西班牙巴塞罗那、马德里等等等等，甚至呢，在德国有时也有发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看见一个视频，应该是2-3年前吧，一个中国旅游团也是坐大巴到达巴黎的一个旅游点，车刚停下来，然后呢，一帮人从外表看有点像什么阿拉伯人啊、北非人或者是非洲人，他们一拥而上，他们是明抢的啊，在巴黎是明抢，注意啊，就当着这些中国游客的面抢包、抢行李箱，然后呢，把那行李箱拖走到某个地方打开，就那么猖獗。可能就像某些网友说的一样，这才是欧洲人的本性。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网上的一句打油诗，是这样的：不偷不是意大利，不抢不是法兰西，又偷又抢英吉利。biu biu 2枪是美帝。你看，这很押韵，而且呢，也与现实呢非常的贴切。真的，目前欧洲就这样。前几年其实也经常发生。我看到网上啊，有很多中国网友对此呢幸灾乐祸。他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好河山，你们不去，而偏偏带着那么多钱去意大利去消费，去法国去消费。让这些欧洲人把你们抢掉，让你们有个教训，这样不是更好吗？还有的人说，出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一出国就爱国了。其实，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大意了。不过，从另外一点也能够说明啊，这些没有出过国的人，或者呢对国外不是特别了解的人，中国特别安全呢，几乎没有什么偷啊抢的，对吧？特别是抢，几乎是可以排除的。可能他们以为啊，世界各国都一样，或者呢，他们觉得可能其他国家比中国更安全，因为这些去意大利旅游这些人，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呢都是什么60后啊、70后，甚至80后，他们这些人呢对西方跪舔西方人，他们比例是很高的，特别是60后、70后，他们这些人可能是50多岁，对吧？现在呢正是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在中国已经退休了，在其他国家很多国家要到70岁还要工作，这些人在中国可以说是养尊处优，所以呢，他们有很多钱，有很多精力，又加上他们对西方特别崇拜，所以呢，就想到我们去欧洲旅游吧，去扫货吧，
哪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也能够理解一部分国人呢对此幸灾乐祸，但是我也反对就是上纲上线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对吧？当然，中国是非常美丽的，有很多可看的地方，但是国外也有可看的地方，而且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我认为啊，不要把这个去欧洲游上纲上线到不爱国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不太可取啊。不过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件事情，肯定让这些人这次被偷的人有个很大的教训，可能他们的世界观也有所改变。而且他们这次呢去欧洲之后，看见欧洲的，比如说基础设施呀，没有中国好，对吧？周围的治安当然更没有中国好。另外，那个卫生环境绝对也没有中国好。那除了人文古迹，我觉得其他方面应该都赶不上中国。而人文古迹呢，与中国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比中国好，对不对？因为它文化不一样。如果说文化的古老，肯定是中国更古老。如果是说风景的话，中国的风景，你看我们村不是旅游区，也是满满的一幅风景画，对不对？这风景绝对是中国吊打所有其他的外国，这是我敢说的啊。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的那个地貌从什么沙漠到北方的草原，再到南方的热带三沙市，对吧？它那种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沙滩都有，还有西南的那个热带雨林也有啊。所有的地貌中国都有，你哪个国外能够找得出那么完整的地貌？我觉得可能美国能沾上一点点边儿，美国，但是它总体来说，它的风景也没有整个中国那么美。那什么加拿大，它的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它那风景就比中国差多了。除了那个什么10月的枫叶之外，其他应该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吧。落基山脉也还不错，对吧？其他我觉得没有了。但是中国，你看，可以说得出很多很多，从天山美得像瑞士，到我们桂林甲天下。所以这些人啊，通过这次呢旅游团被一端锅，可以看出来，欧洲已经是完蛋了。那些人是没有底线的啊！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认为当地的警方不作为。你看，报案的时候，警方的态度其实很不耐烦的，而且网上有的网友怀疑的，我觉得有道理，那就是警匪一窝，就鼠蛇一窝，他们可能是互相合作的啊，互相分赃。这个盗窃团伙抢到了，比如说10万欧元，也许分给警方4万4、6开，这都有可能啊，互相包庇，对不对？否则，我认为呢，那里的这种盗匪没有那么猖獗。另外呢，还反映出西方的双标，他们老是把中国这个所有这些在街头的公共场所的那个摄像头政治化，认为中国是个监控的国家，而我们西方很自由啊，我们不要监控，我们不要监控的政府，我们要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们看到，有了自由之后，这些人是多么的为所欲为。我不止一次说过啊，在我的视频当中，现在欧洲的治安绝对非常非常差，所以呢，我现在到那种公共场所，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因为在德国没有安检，所以在过去呢，出现了很多，目前每天都在发生持刀砍人致死的事件。那如果在欧洲公共场所有摄像头的话，建立一个大的数据库，这些盗匪还有那些想犯罪的人，或者过去的那些惯偷，他们有案底了之后，你说如果有摄像头把他们脸拍下来，1分钟之内可能就可以破案了，而不像什么法国、意大利还有德国警方那样，可能花费数月连匪徒都找不到。所以他们的那个破案的比例啊是非常非常之低啊。正因为警方不作为，或者是警方破案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破案的那个成功率很低，所以导致了这种恶性的循环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放肆。而且西方它的刑法对这种小偷啊、惯偷啊处罚是非常宽松的，也许呢几个月，也许抓到之后第2天说没有证据就又放了。反正我知道德国司法系统还有警方是这样的，他以没有证据为由就放了，还有保护隐私为由，比如说那个惯偷或是那个犯罪嫌疑分子，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你拿他没办法，他还可以请律师，而且律师可以告诉他你不用说话，然后呢法律拿你没办法的。他们都知道钻法律的漏洞。我刚才说过多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现在
全体西方可以说他们的素质还有他们的这个底线越来越低。别以为这是发生在欧洲啊，美国也好不了多少。其实整个西方，我觉得现在是断崖式的下降。哎呀，说来说去啊，这个旅行团的人他们真是太大意了，而且当地的地陪也太大意。我认为这个地陪有很大的责任。如果他知道，比如说当地的治安那么差，那作为一个导游，作为一个地陪，你应该提醒到那个地方旅游的中国人，他们要带好自己的，特别是证件啊，随身的带着，不能离开自己一步。我现在一样啊，我到哪里，我的护照都要带着啊。但是那帮旅游的人啊，这个到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的旅游团的中国人，可能他们不知道有多么的凶险在外面，所以他们把钱包呀、他们的证件啊，可能都放在那个车里。你看，本家意大利的匪徒一锅端了吧？哎呀，说来说去还是这帮人，因为国内啊治安特别好，他们在国内被保护得太好了，不知道外面有多么的凶险啊。所以这样一对比，你看这个教训实在太大了。不过这件事情呢，目前在网上啊，特别是在国内的网上特别的火热。我认为这对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也是对国内人一个很大的教训，让他们知道啊，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中国国内那么安全的，有国内治安那么好的。在外面，比如说在德国一些城市的街区，你作为女士单独外出的话，特别是晚上，有非常大的风险被什么强奸，或者被抢劫，男的也可以被抢劫啊。我现在出去，比如说那个手机比较贵重的话，我就放在家里，带一个便宜的手机，备用手机出去，那就是为了防备人家偷抢我的东西。然后我身上还带几十欧元现金，这现金是有用的，就是必要的时候当买路钱、买命的钱啊。他抢劫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1分钱，那么很可能他拔出刀子捅你几刀，你命都没了，对吧？所以带着几十美元或者几十欧元的现金是你的保命钱，在国外这是生存法则，没办法。我说的并不耸人听闻啊，记得前几期吧，我在柏林的时候，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我还告诉大家，这真的是买命钱。从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你看那个大妈舍得花20万人民币买1块手表，只是1块手表给他儿子。那说明这个人一点都不差钱，对吧？不眨眼就花20万买一只手表了，在我们老家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在这。所以这些人啊，被偷了，从我内心来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同情的。你们想想看，如果花20万人民币在国内，他可以旅游多久啊？可以再带动多少我们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啊？你们说对不对？内需可以把它提振起来，但是这些人没办法，他们硬要花钱在国外。而我呢，现在我回国，比如说我昨天回到国内的时候，前天回到国内，我的行李箱几乎是空的，因为现在我觉得从德国带回来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能带什么东西呢？德国有什么特产呢？现在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叫我带巧克力嘛，玉慧蓉，对吧？这是德国我觉得还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特产。另外呢，说化妆品嘛，我国内的亲戚朋友他们一般都不太用这个东西，会用的他也看不上德国这种品牌，他要看所谓什么意大利的或者是法国那种高端的品牌啊，什么雅诗兰黛这种，对不对？而我德国欧莱雅可能看不上，所以呢，我现在从德国真的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回中国。而现在呢，我头痛的是从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我只有23公斤到25公斤的行李，每次我的行李箱都不够用，因为想带的东西太多了。真的，我现在都是尽可能的从中国人肉带货到德国去，因为这性价比中国的东西太高了。对不起啊，我是个穷人，所以呢，我用的最多的还是拼多多。我觉得你只要买，比如说它评价高的，然后你看它那个附加评论有很多，如果是负面的评论的，我就不买；如果是正面评论的，几乎都是正面评论，那么可以推荐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或者呢，就是买国内知名的品牌，一般来说没有错。比如说我在国内买过30到40甚至20几块钱的那个回力运动鞋，真的这质量超好。我不是帮回力打广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知道回力这个品牌，所以我对它有信心。然后呢，现在我回国，我看到
20多块钱、30块钱。它的运动鞋，我们这里叫运动鞋，鞋子我们叫孩子，我们南方话啊，桂林这一带，20多块钱、30块钱，这质量能好吗？当时我也有怀疑啊，而我国内的亲戚朋友他们也怀疑，觉得太便宜了。但是我这人喜欢，一个是怀旧，另外一个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应该有20-30年没有买回力的东西了吧？他们这些产品对我来说已经是新的了。那我先买一双回来，我试试，拿到手感觉得特别好，然后做工我觉得特别好，真的20-10块钱能有那么好的东西，让我喜出望外。应该是4月份买的吧，现在7月份了，我穿了2个多月，什么古巴呀，去巴西呀，还有去德国，可以说半个地球了。但是这双鞋目前还好好的，就说明它的质量不错，它的鞋底也没有出裂缝。同时呢，还帮我的德国伴侣也带了一双回力的运动鞋，他是健身的时候用，他也觉得特别好。然后呢，他叫我多帮他带几双去。这次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啊，帮他买回力运动鞋，当然也还买其他中国制造的东西。哦，对了，我应该是在前几期我提到过，在国内还买过联想的蓝牙耳机。对不起啊，其实我还可以买什么小米啊，还有其他品牌的蓝牙耳机。但是当时我看到性价比啊，这个联想的比较高，它也就是20多块钱、30多块钱，它的音质真的特别好。我记得我说过，我再重复一次，比我在德国花200欧元买美国那个 Bose 那个品牌，它是国际上知名的高端品牌，对不对？就是音响方面的啊，跟它的质量不相上下。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只是听音乐，我没感觉到有任何质量的区别啊。我的德国伴侣也一样，我给他特别的满意，不敢相信，他说只有3点多到4欧元的东西啊，真的跟我200欧元的没有区别呀。所以自此之后呢，他对中国的产品信心特别的足。每一次我从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都交给我一个大的长的单子，购买清单，叫我带这个，叫我带那个。最后呢，我的行李每次都超重，没办法，因为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比起来，像这个运动鞋嘛，在中国可能就是4欧元，而在德国同样品质的起码要40欧元，甚至50欧元。60欧元以上可能可以买阿迪这种品牌，如果是打折的话。这就是两国之间这个购买力的巨大区别，物价的巨大区别啊！在国内4欧元的东西，在国外像同等的东西、同等质量的东西要10倍的价格，经常是5到10倍，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回到国内的时候，觉得国内的东西便宜的好像不花钱似的。所以呢，我在国内才能体现出买的乐趣。在德国，真的。我每次看到那个价格，我的心里都透心凉啊，都凉到了冰点，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们知道吗？在法兰克福机场，一杯咖啡现在多少钱？8欧元到9欧元，一杯咖啡呀。当然，咖啡这个东西在国内是算就是中等偏上的价格，算比较贵的。如果是中国自己的饮料，比如说一杯什么矿泉水啊，这种可能就是5-6块钱，对吧？而在德国的那个机场要5欧元，在这里呢又相差了8倍的价格，甚至8.5倍。好了，我们回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中国旅游团在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它整个旅游团钱财、证件在大巴里面放着的，被意大利团伙一锅端，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是西方的警方这个破案的力度非常的低，而且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因为这样的小偷小摸对他们来说几乎不算犯罪，因为有更多的犯罪行为啊。另外一个可以显示出，目前的西方他们的治安真的非常的堪忧，那些西方人可以看得出，他们做人的底线是越来越低，而相对来说可以衬托出，你看中国的治安有多好呀。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在国内炸开了锅，它有好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对国内人有个教育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最后呢，在结束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再重温一句这个打油诗：不投不是意大利，不抢不是法兰西，又投又抢英吉利，biu biu 两枪是美的。